街霸6外挂在国区泛滥也算是一种特色了。当然我也清楚啊，国内也算是游戏作弊大国，隔壁 CS 和瓦那些啊，我还听说小开不算开这种说法。但我想很多新玩家一定不知道，格斗游戏中啊，其实也有这种小开不算开的情况。看似对方没有开挂，实际上他已经在某种层面上走了捷径。今天啊，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啊，就是关于格斗游戏作弊那些事儿。但我十分清楚这些视频，我要是提供了这些作弊方案的话，我就算是国内格斗游戏社群中的耗子屎了。所以我后面提到的只会建立话题和大家一起讨论，而非作弊的原理，并且关于作弊范畴的规则，每个格斗游戏啊都不一样，有些规则呢还是很难去查找的。之后聊到的啊，都仅代表我个人看法，如果有错误或者遗漏的地方啊，欢迎大家补充指正。那首先啊，除了外挂以外，还有一个影响游戏体验的，也是大家最熟悉的红了。有一说一的是，格斗游戏从开始发展至今啊，游戏操作的难度其实已经降低了几百万个台阶了，而且现在啊还有现代模式的加持，只需要搓搓民用的操作啊，每天花2分钟时间去练习，也能很快的掌握。但为什么还会有人设置红呢？在街霸6里面的话，主要很多啊是来设置一键绿冲这样的操作。还有前段时间啊，我吃瓜看到的铁拳红小鬼啊，主力3倒1八，但他的巅峰啊是红帮他搓的，而红啊在本期视频里面还是最小儿科的一种了，毕竟呢它还是有限制，出门线下啊完全没办法发挥红的威力，而且从规则上来看肯定是不允许红这样的存在的。那说到规则的话，我印象最深刻的啊也是最容易找到的就是街霸的参赛规则了啊，那就是不能使用后覆盖。一般啊指的是 hitbox 或者 cross up 这种可以同时输入2个方向的设备，当你按后拉前或者按下拉上的时候呢，一定是等于回中状态的。而比如我的副游啊铁拳8，我对它的规则认知啊也来自我自己查询了老外的社群和所有的补充得知，双方向或者说后覆盖在铁拳这个游戏中好像不算在作弊的范畴以内，而是超出了规定以外的组合按键啊，就基本上算是作弊了。好像那个方向加拳脚啊也是，其他格斗游戏呢我不太熟悉啊，大家可以补充补充啊。我只知道啊咱们97啊不能凹裸杀。那以上的规则其实都是从外侧开始下手，因为真正有威胁的作弊手段啊就是在外侧上做小动作，就比如说后覆盖啊，这个在街霸社群已经被讨论烂的东西啊，官方公认公开的属于作弊的范畴。它的逻辑就是你打开之后实现瞬间蓄力啊，主要体现在极限蓄力啊和机关枪手刀上面。对于铁拳的话，我的认知就很少了，只是我听说后覆盖对铁拳的影响可能不是很多，但如果是通过物理方式搭建特殊组合按键的话，大家想一想啊，是不是就有点问题了？我还是举2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在街霸里，如果中拳中脚和一个单独的方向键做组合，是不是几乎就接近于那些设置红的一键绿冲了呢？铁拳我把右键和任意斜下方向做组合，是不是就把巅峰的操作难度啊降低了几百个台阶了？那通过物理层面的改装方式，只要你胆子够大，皮子够厚啊，线下啊也能使用哈。那至于这个物理层面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不打算啊给大家明说，无论是之前的评论还是私信啊，也有人等着抄答案但我始终认为这些小聪明啊，对整个格斗游戏环境来说，只会起到啊反方向的作用。我呢还是提倡大家老老实实的练习格斗游戏。没有捷径。但你们知道吗？在国外市场上有一个饱受争议的外设，听说独特的加件和布局方式让原本一些操作困难的招式变得轻松无障碍，甚至传闻还能实现一些平常难以实现的操作。它有一个全名叫做 Cross Up， 它的生产厂商也是整个 Hitbox 的真正原厂 Hitbox Arcade。不过到底这个 Cross Up 真的很好用吗？其实我有一台仿 Cross Up 布局的摇杆，我先上我的结论哈，不排除它有黑科技实现一些平常很难以实现的操作但当你可以操作的时候，实际上你也花了大量的练习成本。我并不是在洗白这个设备我只是想说这个东西对于街霸来看我是真想不到有什么好处。而且我这个摇杆老油子早习惯了最传统的操作手法，额外加的方向对我来说十分鸡肋，也就是在我腾不出左手的时候用一下方向键调整菜单，选择角色或功能罢了。而且我的布局是仿，但不是完全抄它的布局，因为一台 Cross Up 布局的摇杆按键下方多出来的是上的方向键，而我的就跟大家 Hitbox 多出来的功能键是一样的。不少的人会设置蓝防，而我的呢则是迸发。可是 Cross Up 对于铁拳来说也不算作弊吗？正因为像一开始我提到的，我认知里的作弊范畴是方向加上组合键，所以我现在很难下定义 Cross Up 对于铁拳这个游戏来说是否算是作弊。我会跟大家简单讲几个操作大家可以一起来吃瓜，看看你认为这样的操作算不算作弊呢？但是出于保护格斗游戏良好环境我就提2个最不痛不痒的东西，比如新人一开始
一定要克服的后撤步，在 cross up 上拉一次后的方向，然后搭配右手指令操作，就能零练习成本实现。封神步也是同理，或者说电风，我只需要按一下前，右手食指、中指、大拇指组合，同时按下2个方向和右拳，然后就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了。所以你们看，我了解的组合拳算犯规，但它又没有组合，但它实现的逻辑又好像和组合键是一样的。所以这到底算不算犯规呢？大家可以弹幕评论告诉我。关于外设物理作弊这种方式，虽然不会像直接开了挂那样演都不演一下的那种，但通过修改外设来走的一些捷径更像是 FPS 里面的小开不算开。格斗游戏是一步一个脚印，带给你的魅力是成长过后的喜悦与成就感，而不是让机器帮你设置一个专门打插盒的按键。我刚入格斗游戏的时候，甚至前几年都是一直在输的，甚至还有大半年几乎是每天放学回家就是泡训练房练习木鸭打连段，大量的沉没成本一直沉淀到在对局中熟练的掌握，那种感觉才是真的爽。当然我还有手柄没有提到，但我确实不是手柄玩家，对这一块了解的很少。我的猜测除了红，或许手柄上搞小动作的成本应该要比其他情况高吧。而且就我自己看来，手柄作弊的情况，我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怎么遇见过的。如果你有听说的故事的话，欢迎大家补充那以上基本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新视频大家应该能感觉得到高质量和频率是很难同时达到的，而且这期视频内容也比较敏感，我更多的只是为了填好之前挖的坑罢了。那以后还有很多可以聊的有意思的内容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我最后还是诚心提醒大家，格斗游戏没有捷径，大家都是普通玩家，没必要为了一些虚荣心搞得那么狼狈。好了，我是秃头，一位草根艺术爱好者，我们下期再见 ，Adios。